卡的狗友们，我是相信每只毛孩都值得幸福的安谷，一起来聊聊养狗小知识吧。今天要跟大家聊聊领养狗狗前的5大注意事项。如果你正在考虑领养狗狗的话，这支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一起来学习如何为毛孩准备一个温暖的家吧。我从小到大家里一直都有养狗跟猫，然后我对猫狗的热爱呢，甚至超过小孩。所以一个人搬到美国之后，我就一直希望可以自己养一只，然后秉持着领养代替购买的心，我在疫情期间呢，领养了我人生的第一只狗卢卡，哒哒。我们家的所有毛孩们其实都是从猫舍狗舍买来的，并且都是从小养到大，所以我一直以为毛孩们都非常好养跟亲人，直到我领养了卢卡，我有被吓到。然后卢卡是一只卢卡 say hi， 卢卡是一只德国牧羊犬跟哈士奇的混血公狗。然后呢，我跟他的第一次相遇是跟朋友一起去公园野餐，当时我的朋友是卢卡的中途之家。卢卡的身世不明，因为他其实是在路上被发现的，估计当时才1岁。然后发现他的时候，他不仅骨瘦如柴，然后还非常非常的怕人，尤其是男生。然后听朋友说，他怕到连就是让他上车跟进家门这些都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只要有男生在身边，他都会非常的警戒。然后他在朋友家寄养了半年，可是我对他一见钟情，所以呢，在考虑了1周后，我就决定正式领养他。不过很多我没有经历过跟处理过的问题呢，也渐渐的显露出来。首先在领养他之前，其实我的朋友就有提醒过我，卢卡有严重的分离焦虑症。但我家里所有养的毛孩们从来没有这种问题，所以我在自己上网做功课以后呢，以为通过训练就可以简单的解决，结果大错特错。就是卢卡的焦虑是我离开家里1秒钟，他都会吓到漏尿，并且疯狂哀嚎。然后除此之外，他也有很多行为问题，然后这些问题也都是在领养他之后渐渐才显露出来的。例如护食、护地盘，就在我接近他的食物跟他认为是他的地盘的时候，轻则只是低吼漏牙，重则会无预警暴冲试图攻击我，导致我有一阵子因为他其实有蛮严重的焦虑恐慌的症状。不过呢，这些问题也都在我比较有耐心的训练之后呢，有很大的改善。然后之后也会出一集跟大家分享训狗的心路历程。总而言之呢，在领养毛孩之前，在这边跟大家分享5大注意事项。第一，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狗狗。在领养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先考虑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狗狗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不是每一只狗都适合所有人哦。像是活力比较充沛的中大型犬，像哈士奇、边境牧羊犬，它们都是需要大量运动还有陪伴的，然后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家庭。所以如果你的生活空间比较小，或是你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可以考虑比较独立的犬种，像是法斗或是柴犬等等。另外，狗狗的个性比品种更重要，即使是同一种品种，每一只狗狗的性格也都不一样，所以领养前可以多和狗狗互动，了解它的一些习性，确保你们合拍才领养。第二，了解狗狗的背景，特别是受虐犬的需求。如果你领养的狗狗过去曾有不好的经历，比如被遗弃、受虐过，像是卢卡这样，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焦虑，然后甚至对人类有很强的防备心。这个时候呢，耐心和信任就是关键。一开始请不要强迫狗狗接受触摸或是拥抱，然后你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新的环境跟人，然后呢才开始建立规律的作息，比如每天固定时间喂它、散步，然后让它感觉安心。同时间呢，持续观察它的行为。如果它有极度害怕或是攻击性的情况的时候呢，这里还是建议可以寻求专业的动物行为训练师帮助。然后过程可能你也会感到很辛苦、很心累，但是如果下定决心领养了，就请透过爱跟耐心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过去承受过的这些伤害，其实也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
所以请让他们相信他们仍然可以拥有幸福的狗生。第3，打造狗狗友善的家。领养前呢，家里的环境一定要准备好，这几样东西必须提前准备。第一，像是食物跟水碗，使用不锈钢或是陶瓷碗会比较好，因为塑料材质的会影响健康。再来是狗狗的床跟窝，可以帮它打造一个可以安心休息的空间，特别是刚到新家的狗狗。再来是适合年龄的狗粮，因为每只狗狗的营养需求不同，幼犬、成犬、老犬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记得请准备好适合它年龄的食物。玩具跟磨牙棒也可以减少狗狗焦虑的问题，帮助狗狗适应新的环境。最后呢，请记得确保家中的环境要安全，像是电线、清洁剂等危险物品一定都要收好，要不然狗狗误食就会受伤。第4，带狗狗去健康检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领养后呢，请帮狗狗安排一次完整的健康检查，兽医会帮你检查是否有皮肤病、寄生虫，或是需要施打的疫苗，然后或是否有潜在的健康问题，像是髋关节、心脏疾病等等。此外呢，结扎手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这不仅能够控制流浪狗的数量，也是可以降低狗狗未来罹患一些疾病的风险。在美国，其实有很多流浪狗救援团体都会提前把这些健康检查做好才开放领养，所以记得向领养的单位或是团体询问是否有狗狗的健康记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领养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对狗狗一辈子的承诺。对养狗呢，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金钱跟精力的。它会每天需要至少30分钟的运动跟陪伴，每个月的基本花费包含了食物、预防针、宠物美容、宠物保险等等，并且不论你搬家、结婚或是生小孩，它们都应该要是你家庭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已经考虑清楚，愿意承担这份责任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即将为狗狗带来一个温暖的家，它也会成为你最忠诚的朋友跟爱你的家人。今天分享的5个领养狗狗的注意事项，你们觉得哪一个最重要呢？或是你有自己领养的经验吗？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别忘了按赞、订阅猫狗请安，卢卡的狗友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